你有沒有發現，人類有很多行為其實很奇怪？明知道再有錢也逃不過死亡，明知道幾十年後一切歸零，可我們還是拼命賺錢、拼命升職、拼命爭論誰對誰錯。2500年前，佛陀試圖回答一個問題：到底是什麼力量讓人不停追逐、不停輪迴？我們繼續講雜阿含。雜阿含卷15 373經，還是講40。一晃8個月過去了，稍微複習下，粗團食也叫斷食，就是日常的五穀、飯菜等有形物質飲食，滋養色身；細觸食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接觸外境產生的感受，像音樂啊、電影啊，這些能滋養身心。意思食，意志、念想、願求、希望，像追逐快樂、追求目標，能推動人們發起思維、語言和行動。識食只能識別認知事物的六識，包括各種認知、觀念和知識。世尊對比丘們說，有4種食物能夠滋養眾生，讓眾生得以安住世間，長養身心性命。是哪4種呢？第1種是斷食，第2種是觸食，第3種是意思食，第4種是識食。比丘應當怎樣觀斷食呢？就像一對夫妻只有一個兒子，夫妻倆十分疼愛他，悉心養育。有一次，他們要穿越艱險難行的曠野，路上糧食徹底耗盡，3人眼看都要餓死。夫妻倆商量說，我們只有這一個愛子，如果吃他的肉，就能熬過這場危難，別讓3個人都困死在這裡。打定主意之後，他們忍痛殺了兒子，含淚強忍着痛苦吃下孩子的肉，這才得以走出曠野。比丘們，你們說，那對夫妻吃下自己孩子的肉，是為了貪圖美味、享受飲食的快樂嗎？不是的，世尊。那他們強忍着吃下這肉，是為了穿過曠野的險路，對嗎？是的，世尊。凡是想用日常的斷食，都應當像這個比喻一樣去觀。能這樣觀的人，就能看透斷食的本質，斷除對它的貪着。斷除對斷食的貪着之後，對色聲香味觸5種欲樂的貪愛也就隨之斷除了。對於已經斷除5欲貪愛的多聞聖弟子，我看不出他們在5欲上還有哪一個煩惱結是沒有斷除。只要還有一個煩惱結是繫縛着眾生，眾生就會再次回到這個世間受生輪迴。比丘應當怎樣觀觸食呢？就像有一頭牛被活生生剝掉了全身的皮，全身上下都被小蟲叮咬，又沾滿了沙土灰塵，還被草木的尖刺扎傷。它趴在地上就被地上的蟲子啃食，待在水邊就被水裡的蟲子啃食，即使站起來也會被飞蟲叮咬。無論躺着還是起身，這個身體時時刻刻都承受着痛苦的煎熬。同樣的，比丘們對於觸食就應當這樣去觀，能這樣觀的人就能斷除對觸食的貪着。斷除對觸食的貪着之後，苦樂、不苦不樂這3種感受的繫縛也就斷除了。3受都斷除了多聞聖弟子，在修行上就沒有更多需要做的事了，因為該完成的修行都已經完成。比丘應當怎樣觀意思食呢？就像在城鎮村落邊燃起火，沒有煙也沒有明火，不容易被察覺。這時有一個聰明人，一心想要遠離痛苦，追求安樂，畏懼死亡，追求生路。他心裡想，那邊有大火，雖然看不見煙和火焰，但來往的時候一定要避開，絕不能陷進去，否則必死無疑。他這樣想着，保持警惕，遠遠地躲開那堆火。觀意思食的本質也是同樣的，能這樣觀的人，就能斷除對意思食的貪着。斷除意思食的繫縛之後，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這3愛也就斷除了。3愛都斷除的多聞聖弟子，在修行上便再沒有更多需要做的事了，該完成的修行都已經完成。比丘們應當怎樣觀察識食呢？就像一位國王，他的衛士抓到了盜賊，把人綁起來送到國王面前。因為偷盜的罪行，這個盜賊要承受300隻矛刺，日日夜夜都在苦痛中煎熬。觀識食的本質也是同樣的道理，能這樣觀的人，就能如實了知，並斷除對識食的貪着。斷除識食的繫縛之後，名與色的牽絆也就斷除了。
名色都斷除的多聞聖弟子，在修行上便再沒有更多需要做的事了，該完成的修行都已經完成。有點慘烈，但佛陀一生都反對極端的苦行，它不是讓你絕食，而是讓你斷除因食物而生的貪着與身份認同。人活着必須攝入卡路里，這是維持機器運轉。但現代人吃甜食、炸雞、精致澱粉，往往不是因為細胞缺能量，而是為了多巴胺帶來的短暫快感。把食物當成藥，餓了就吃，只為了維持生命去修行，但不對食物產生病態的依戀和挑剔。現代人對觸食上癮更是重災區，大家都在瘋狂刷短視頻，追求更新奇的體驗，算法更是算準了你喜歡什麼，全力推送。看短視頻、消費、旅遊，這些本身都不是問題。舉一個例子，有人每天喝一杯咖啡，這沒有問題。另一個人今天沒咖啡，脾氣暴躁，工作不了，腦子停機，這樣就有問題了。問題不是每天一杯咖啡，而是沒有它，我不行。所以，放棄對40的追求，不是讓你物理上消滅它們，而是斷絕心理上的焦慮。後面幾篇都差不多，略過。376經。北西長廣，東西窗牖，文字有點繞，而且分成了好幾篇，參考相應部的意思更清楚。佛陀說，比丘們就好比染工或是畫師，用染料、胭脂、鬱金黃、青色、深紅等種種顏料，細細研磨調配均勻後，在木板上、牆壁上或是布料上畫出女子的形象、男子的形象。同樣的道理，如果對斷食生起貪念、歡喜與愛染，心識就有了安住的依托，並且不斷增長蔓延。因為心識有了安住之處，並持續增長，就會有精神與物質結合的身心整體的顯現，這就是名色。有名色的顯現，就會有種種身心造作，有身心造作，就會有未來後世生命的再次受生。有了未來後世的受生，就會有未來的出生、衰老與死亡。正因為有未來的生老病死，諸位比丘，我說這就是有憂愁、痛苦與煩惱。對觸食，意思是食食也一樣。如果對斷食沒有貪念，沒有歡喜，沒有愛染，心識就沒有安住的依托，也不會增長蔓延。因為心識沒有安住之處，不再增長，就不會有名色的顯現。沒有名色的顯現，就不會有種種身心造作。沒有種種身心造作，就不會有未來後世生命的再次受生。沒有未來後世的受生，就不會有未來的出生、衰老與死亡。正因為沒有了未來的生老病死，諸位比丘，我說這就沒有憂愁，沒有痛苦，沒有煩惱。對觸食，意思是食食也一樣。比丘們就像有一座宮殿，北邊、南邊、東邊都有窗戶。太陽升起來的時候，陽光透過窗戶照進來，會落在哪裡呢？大德，會照在西邊的牆上。要是沒有西邊的牆呢？會照在地面上。要是連地面都沒有呢？會照在水面上。要是連水都沒有呢？大德，那就哪裡都照不到了。同樣的道理，諸位比丘，對於斷食，如果心裡對它沒有貪念，沒有喜好執着，沒有愛染糾纏的話，心識就沒有安住的依托，後續的生死苦患也不會升起。其實佛陀的思想並不複雜，每講一篇，意思就已經說完了，並不需要長篇大論，但擋不住人們不斷催更，所以時不時他還要出來講一點，變點花樣。只是2000年來，人們把他的思想搞得太複雜、太玄乎、太不可驗證。宗教史講的，最後我自己都覺得有些惡心了。原本挺好的東西，可惜平平實實的東西人們通常不太喜歡，經過一層层的坑蒙拐騙，在包裝上量子力學，最終变成了佛陀最反对的東西。那佛陀在這裡到底想說什麼？什麼不要執着呀，要放下呀，口頭禪大家都會背，沒用的。在座各位都是佛菩薩再來，朝陽區就有10萬佛菩薩，不看你說什麼，要看你每天都在忙什麼，你的精力都投注在哪裡。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我們拼盡全力追逐升職加薪，又為什麼為了顧及臉面，甚至執着於那些抽象的信仰，
在網上和陌生人爭執不休，情緒上頭，面紅耳赤。你看，我只是根據最新的考古和學術研究，講解了佛教史的發展經過，那口水快淹死我了。不少人已經問候過我的八輩祖宗好幾回了。我不僅又傻又壞，還應該永世待在地獄，還不能用空調，很環保。表面來看，這些行為無非是追逐世俗成功，或是堅守自己的信仰。可當我們深入挖掘，就會發現這些行為都有一個共同的動機。每個人都很清楚一個殘酷的事實：死亡必然到來。不管你有多少錢，不管你是什麼地位，有多少粉絲，不管你現在有多健康，沒有人能夠逃脫死亡，更沒人可以阻擋。而且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們都要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。你現在有房有車，投資了一個店鋪，你也可能刷題了好多年，但你不知道未來5年之後會怎樣。打個比方，人生就像一個大型網絡遊戲，我們日復一日的在遊戲裡打怪升級，積攢裝備，但屏幕的正上方一直閃爍着一條通告：本服務器最終將永久關閉，您的所有數據將會被清零。而且更要命的是，你還不知道它到底哪天關閉，它可能突然就關機了。那好奇怪，你哪來的動力還能每天起床泡一杯茶，然後樂呵呵的上班打卡，努力賺錢，提升自我，積攢財富？人類為了對抗死亡，為了對抗未來的不確定性，慢慢建立起一整套穩定的心理支撐系統，它就是我們的三觀：人生觀、世界觀、價值觀。心理支撐系統回答幾個最重要的問題：我為什麼活着？人生的意義是什麼？我死後還有什麼能夠留下？這些答案有社會層面的，也有個人層面的。社會層面有宗教、意識形態、民族認同、國家認同。宗教告訴你，死亡不是終點，現實的痛苦和挫折不是無因無緣的，許諾你死後靈魂升天，輪迴轉世。不信教的呢？世俗文化就告訴你，通過藝術、科學、事業留名青史，傳承家族血脈，超越肉體生命，讓自己的影響延續下去。有意思的是，不同文明對世界和死亡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釋，甚至很多时候互相矛盾。不可能世界同时有玉帝老儿，又有孙悟空，還有一堆佛菩薩，同時還有唯一的上帝。這些其實是人類共同創造的科幻小說。好在於人們也不在乎絕對的真相，只要一個群體內部達成了社會共識，大家都信，這個精神盾牌就生效了。所以你看，印度種姓制度現在還在，西方世界有1半以上的人仍然相信世界是上帝創造的。當我們融入這些宏大的精神體系時，就會下意識覺得死亡並非一切的終點，生活裡的不確定性也是被神秘力量刻意安排的。所以當我們的信念系統受到威脅時，人類就像是条件反射一樣，會死死抱得更緊，同時獎勵鞏固我們世界觀的人，嚴厲懲罰質疑我們的人。這就是為什麼互聯網上的陣營對立這麼激烈，人們捍衛的從來不只是某個觀點，更是自己的信念系統。這也是為什麼講宗教史的人都這麼招人恨，罪該萬死。有的人還真挨了刀子和子彈。如果在幾百年前的歐洲和藏地，我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謝不杀之恩。除了社会層面的價值觀，還有個人層面的價值觀。我們還要努力證明自己在所處的社會體系中有價值，而且足夠優秀。我們不僅要玩這場遊戲，還要讓自己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。所以每個人都在爭相練級，拼命內卷，到處砍怪，甚至彼此廝殺，最後發朋友圈，你看我今天又升了一級，我又拿到了什麼裝備。這就是為什麼职場中得到上司認可，視頻拿到幾百個，1鍵3連，都會讓我們內心倍感踏實安穩。這些正向認可都是在加強個人的價值感。被認可、被點讚，你會高興，這非常正常。問題在於，如果下期沒有被認可，沒有這麼多點讚，你會怎樣？遊戲服務器總有一天會關停，數據也一定會清零。
但這不代表我們今天就要3號擺爛。佛陀說斷事實沒有西牆，不是讓你去當職場的爛泥，或者一個對數據徹底麻木的僵屍博主。視頻數據不好，如果說我一點也不會失望，那是在騙你。但我不會沉溺在情緒中，大多數視頻的数据都很一般呀，那還活不活？改變的不是数据，而是我的心。数據不好，說明主题或表達有瑕疵，改就是了。但我絕不会允許這個數據來裁定我是不是一個廢物。陽光照常升起，你只管把你的才華和努力投射出去。至於牆上有沒有回音，那是牆的事，與光無關。願我們在這場終將親臨的遊戲裡，都能做一道自由穿透虛空的光。我們下期再見。